来晚餐，每期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台湾是由数个海岛组成，美丽的海岸却被各种垃圾给掩盖。根据荒野保护协会的统计，光是去年净滩就捡到4万公斤的垃圾，其中有1/3的保特瓶是在澎湖海滩捡到的。今天我们就去拜访一位从桃园来澎湖改造海漂垃圾的唐彩玲小姐。唐彩玲38岁，桃园人，专业摄影师，绰号唐小三。2年前开始常驻澎湖捡拾海漂垃圾，真的捡不完啊，而且很快。所以为什么澎湖人看到这种会绝望？他们就说，反正怎么捡都捡不完啊。他会想要找谁来吃饭呢？MIT 台湾制的麦岛麦觉明、陈金峰峰哥、5月天。妈妈唐淑珠69岁，年轻时是中立眷村里的风云人物，唱歌跳舞一把照。他想要找谁来吃饭呢？张小叶，跟我同年。同母异父的弟弟许志豪29岁，国中就离家赚钱，有过一段荒唐岁月。拿着喷漆3更半夜跟着人家到人家的家门口，然后喷欠钱还钱不还全家死光，也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对啊，我们最起码我们不去做一些骗人啊、抢劫啊、贩毒啊这些东西啊。对。他想邀请谁来吃饭呢？其实刘德华我还蛮想的，你知道吗？因为刘德华超帅的。志豪的太太玉玲30岁，国中就认识志豪，2个人结婚6年。有个可爱的儿子凯凯。对，我也不知道我喜欢他，就因为我帅而已。是，也是有这一点。澎湖的房东许建新70岁，以前开铁工厂的他，免费把自己家借给彩玲使用。我看他好像没有的，究竟谁是今天的座上宾呢？在来宾上门之前，一起来认识这一家人的故事吧。这里是澎湖的龙门海滩。本来住在桃园的摄影师唐彩玲，10几年前跟着客户来澎湖拍婚纱，却被垃圾给吓到。常常一个人来走啊，你看到被那种满坑满谷的保特瓶包围，你知道心里是怎么样的感受？真的，你会觉得大海好可怜。彩玲喜欢到野外去玩，看到美景被垃圾掩盖，心里很难过。2年前开始常驻澎湖，把捡垃圾当成志业，但是家人都不想参与。我一直叫他们来，他说他死都不要，因为像我是很喜欢在大自然里面走来走去的人，你就觉得家里给我的压力很大，但是每次到那个大自然的时候，心情会放得很松。彩玲非常节俭，隔夜的残羹加个蔬菜、鸡蛋就是她的早午餐。你今天要进补啊？今天是不到吗？补啊，超补的，我已经开始啦，已经放进电锅，里面有小管面疙瘩、南瓜、青菜，然后我刚刚加了一颗温泉蛋，是不是很好？我是吃的很简单，可是营养。你看那边还有苹果。隐性缺少营养。哦，对，没有，是因为我很多东西不敢吃。彩玲不吃海鲜，不吃带皮带骨的肉，让房东看了直摇头。彩玲长时间不在家，妈妈一个人住在桃园。曾经中风3次的她，每天最大的娱乐就是到公园去抽烟。我家里边不抽烟的，很奇怪。唐妈妈为人海派，看到公园里孤独的老人，会递烟给他一起分享。就连公园的清洁人员，他也给过小费。我也是给他们200块。为什么？哦，他们说，哦，很好，哎，后来就不敢了，因为长官有讲，不可以。
公家有钱。唐妈去公园不运动，抽着烟等旁边的卡拉 OK 店开门。不过就在前几天，唐妈跟店家起冲突，不能去唱了。对啊，别人唱，我就不能唱吗？轮不到我，我当然啪，我这样子哦，人家都怕我，不要说是底基。唐妈坚持唱歌要配酒才对味，可是儿女担心她的健康，不希望她再喝。钱给你是要吃饭，要干嘛干嘛？我现在又不喝酒，每次都这样讲。那每次这样讲，那我每次去看到的都是幽灵吗？我又不是不让你花钱，你要去唱歌，我说那个低消你就去唱没关系，就不要喝酒嘛。你觉得你命苦喝酒吗？你觉得你命苦还是命好？妈妈唐淑珠一生多波折，本是鹿港人，父母离婚后，淑珠的妈妈改嫁给唐明仪爷爷，才跟着来到中立的眷村，老邻居都对她印象深刻。大姐大，以前啊，我们没事啊，天天去跳舞啊，去星期五啊，记得不？对，星期五谈恋爱呀，不能说了，我们什么都玩过了。牛郎店呢？当然是这个。哎，那时候有。官拜上校的唐爷爷对这个妓女宠爱有加，让她待在军方机构里上班。但是淑珠个性待不住公家机关，前后做过保险，开过卡拉 OK 店，直到31岁才生下彩玲。但是这段婚姻并没有正式登记，不到2年就告吹。自己的那个爸爸，听说是他们2个那时候都很会赌博，照片里面有长相嘛。然后以前我们那种眷村啊，那附近大家都住得很近，所以大家都会知道，哎，你的亲生爸爸是住在村子里面哪里。我有一个太好的爷爷，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有爸爸。在彩玲的印象里，小时候是跟着被她昵称为爷爷的外公同住，妈妈常年不在家，偶尔才出现，一直到国中，妈妈才搬回家。那时候就没住过。我是国小2年级的时候知道我有一个弟弟。其实真的啊，我国小2年级的时候知道，就是他要生他，因为他在生他之前都没有回来。原来母亲不在的那些日子，另组家庭。然而同母异父的弟弟志豪说，即使父母在身边，他的童年跟别人很不一样。我被我妈带出门是带到眷村里面打麻将啊，我在眷村里面拿了吃红，然后就到处乱跑去买鞭炮放啊，买糖果吃。然后钱花完了，再跑回去，哎，再给你100块，不要吵我。跟我妈出门是这样子，要不然就是跟我妈会去跳舞、唱歌，然后我就是坐在旁边。然后以前被我爸带出门是，我爸把我带去酒店，我从幼稚园就上酒店。志豪国小4年级，爸妈感情生变，3天2头就大打出手，东西都是啪啪，连对面的都知道。这样丢，全部丢。我那时候已经崩溃了，现在想起来很好玩。志豪的爸爸终于受不了而离家出走。从那个时候，我妈就开始整个精神状况就更不好了。小的时候，我妈时常想到这种事情，都把我抓来打。她说：“还不是你的爸爸干嘛。”那我也是很无辜啊。今天彩玲从澎湖回来，他们难得带妈妈出门，回到小时候跟唐爷爷住过的眷村市场，品尝怀念的老滋味。每天早上我们是5点要起床来去帮他买米干回家。对，那以前最常记的是，就是因为我们这样骑回家，至少应该也要15分钟左右。那个他就喜欢吃，你是喜欢吃猪肝，不要烫熟，对不对？他就说猪肝要半熟，那我们就跟店家交代说猪肝只要煮半熟就好。可是你知道那水很烫，骑回家的路程就熟了，然后我们回去就准备被打。辣椒没装被打，猪肝太熟被打，买错东西都要被打，太慢回去也要被打。
有什么东西不会被打的？给他钱没有？他出去喝酒，他什么都好。彩玲跟志豪常常被妈妈莫名其妙的打，姐弟两人感情反而很好。我说我们两个有革命情感啊，对抗我妈这个恶魔。就是她可能被打完，我就会载她出门，而且我那时候也是好像，反正就很年轻，就骑摩托车啦，我就会载她出去晃，对，就会逃离那个环境。毕竟是自己的妈妈，是她把我们生下来，那我们就是要养，不然怎么办？既然血缘断不了，又担心独居的妈妈有状况，他们会轮流回家探望，顺便带些生活必需品给她。就是因为会怕，所以我想说买水刚好顺便就回来看一下。大概平均我妈一个人的话，都4到5天，因为我们3不5时都要回来。啊，一方面我妈没有水，或者是要我拿钱回来，我就可以注意到她到底讲话有没有怪怪的。一家人分居各处，对彩玲跟志豪来说是不得不的决定，因为妈妈以前脾气暴躁，中风后情绪起伏更大，很难跟她同住一个屋檐下。你把它抱过来这里啊！以前我也不喜欢读书啊，我妈以前都不会去管我功课。联络簿是谁写的？国小是你写的，后面是我自己写，国中是我自己签的。狗屁！国中的老师，我对他都好，他也对我很好。你生什么气？对啊。你跟我生气啊？我国中老师有签你签吗？不讲实话。不然我买一本联络簿，你现在帮我签，每天帮我签，好不好？好。好，这样子你就不用生气 ，OK？ 好不好？每天啊。你那么想要他每天回家，为什么？你不是说他会凶你？小可爱。唐妈其实也很想全家一起住，当然好啦，可是要预防摩擦的时候，要不然很难过哎。我发起脾气来啊，几乎要休克了。我妈自从之前生病过后，然后就是因为脑袋瓜，就是有一些问题啦，语言表达跟记忆力都不好。你跟她沟通，她无法表达，她就会生气，一整个生气，然后她也不睡觉，然后又担心她随时会跑出去，所以我们在家里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睡到，就因为我妈有一次中风，我那个时候回来家里陪她，然后那一天晚上我去我朋友家，然后我也是喝了酒过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压力太大，我把我朋友房间整间都砸掉，然后他说你还很有戏剧性的，直接往外面跑，就妈，就直接跑过去。我说我在你家，我这样子怎么可能？他说真的啊。当年妈妈动不动就闹自杀，让姐弟俩疲于奔命。我跟你走下去的，我有点硬在那还用走的？没有，那个以前就是台阶，你不是用跳的啊？没有，走下去不深啊。跳着国中啊，国中啊，所以是因为他爸的原因你去跳啊？你以为跳这个会死？因为跳这个会死。不是他很贱，对不对？我唯独看他自杀是把整罐安眠药吃下去，然后送医院。对他自杀过，就整罐安眠药就直接吃。对啊，我们就陪他100颗的，100颗的，就直接咕噜咕噜咕噜吃掉，然后先送中立例行，打不死的小强，然后后面又送到长庚。他真的命好，好，回靠这2个人啊，好不好？可是因为我妈太常出这种包了，要不然就是派出所，就是直接叫我们去把他对啊带回来之类的。是他要告，他说我要遗弃他，记得吗？你记起来了吗？记得。因为我那时候他扣住我的毕业证书，然后可是我那时候都在找工作，他扣住我毕业证书，我很麻烦啊。志豪爸爸离开以后，妈妈不再工作，再加上爷爷过世，钟生凤被妈妈一次提领去缴房贷还不够，房子最终被查封，但妈妈却还是沉迷于赌博。你说你刚才是几乎都打麻将而已啊，很少买菜。啊，来就是买一些回去用电锅可以用的东西。为了断绝跟牌咖往来，彩玲把妈妈带去桃园市区住。今天重回市场，彩玲很担心会碰到牌咖，
没想到发生了另一段插曲。我要换一个比较重的戒指。我没有钱呢。 4900块，啊，这大开。 4900块，可以吗？借2000来，我回家就拿。来，给你写一个单给你啊，下个月多少？哎，我们没有钱呢。借2000来了。没有钱的。啊？不要，没钱。没钱呐！哎，我要去买小笼包吗？不要走了。 不好意思，本人没有心情的。好。我还是后期比较常听到我弟在讲这个，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我觉得可能那时候很年轻啊，然后你就觉得哦，终于可以离开家里，然后就是会可能你可以做更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跟我妈的感情，就是跟讨债公司的感情没什么两样。 是什么样的情感让彩玲一家人如此纠结？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在澎湖改造海漂垃圾的摄影师唐彩玲，跟她住在桃园的家人。彩玲念专科的时候，唐爷爷过世，她急着赚钱养家。你会觉得好痛苦，而且我妈还会嫌钱给太少啊，她觉得。 你怎么可能才赚2万2？唐妈也曾打电话去彩玲公司吵闹，打电话问说啊，那唐彩玲的这个月薪水多少钱啊？我2万2给妈，然后每天给100块给我吃饭。就这样，每天花100块的习惯持续到了现在。都市生活的金钱压力大，彩玲喜欢在大自然里寻求平静。她3不5时揪团去登山，而且找到一套省钱玩法。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是省吃饭钱，然后一直到出社会也是这样。我的同事真的都看不下去，然后他们就轮流请我吃饭。可是我们真的，因为他们真的会心疼啦。为了存钱去玩不吃饭，让他的登山好友小鱼很心疼，但也拿他没辙。我超担心他没有吃好这件事。姑且不论他平常吃什么东西，我们就讲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女生平常应该需要的营养，就是都应该多多少少都要去摄取。但是就是这10多年在旁边看他吃的东西，你就会觉得他真的营养够吗？你自己说，你去年的流感你到底中了几次？你妈妈今天没有让那个当归给。是啊。家里不开火。 自助餐店简直就成了唐家的厨房。唐妈妈每餐一定要有鱼有肉，彩玲则是自备餐具，简简单单35元打发了她的早午餐。彩玲跟弟弟每天合给妈妈200块吃饭，是彩玲自己生活费的2倍。200而已。够花吗？不够。啊，我这个是省下来的。 老人津贴啊，还有劳保的。我吃饭一下子哦，买啊，400多500，我一天吃4餐，5餐呢，还要抽烟嘞，还要喝茶嘞。海带也帮你切一切，好不好，香香？我跟我妈的感情就是跟讨债公司的感情没什么两样。其实很简单的模式。 自从我出社会过后，我妈看到我就是钱，要不然就是什么时候要给她钱，她前3天就开始一直拼命的夺命连环扣。那这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近年来这样子一直降下来，久了以后，我会认为说这已经变成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志豪说的出社会，当时他才只是个14岁的孩子。那年姐姐在外地念书。 家里就剩他跟妈妈。国中2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几乎很少回家睡觉。我拿了第一个500块回去，我妈就整个就是放生了。她会认为说你有赚钱的能力啊，所以她会讲说，因为我是骗她说我在家里的路口捡到500块给你。隔没有几天，她讲说啊，你今天没捡到钱。
志豪人生第一次赚到的500块，是替人讨债后获得的走路工。当时姐姐完全不知道志豪在做什么。对他，我会有一点点抱歉，其实心里会有点舍不得。我可以讲压力多大吧？是你眼睁睁看着一个先受不了离开，另外一个也是受不了，然后他不是选择抛弃的那种离开，是我们都知道说啊，他还在上课干嘛？他是名正言顺的没有待在这。可是你要想的一件事，就只剩我跟我妈。我那时候完全没想到，我觉得，而且我真的，我连我弟那时候在过什么生活，我都好像不太知道。我是后期比较常听到我弟在讲这个，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我觉得可能那时候很年轻啊，然后你就觉得哦，终于可以离开家里，然后就是会可能你可以做更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平常彩玲回来台湾，不是窝在房间打电脑、修照片，就是在客厅改造海漂垃圾。彩玲常说，妈妈对志豪比较好，她觉得好朋友还更像自己的家人。他对你们啊讲话都是笑嘻嘻的哈，对，只有我说为什么你们朋友交了这样子啊，我呢？骂我什么的，哇！他对我很苛刻，因为我妈就是那种不停的，例如说，她会一件事情每1个小时都会问你，你会，我可能前1个小时、2个小时，我可以很小声的回答你嘛。第3个小时，我说我就跟你讲了，我5点再去买，就会越来越大声啊。母女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彩玲看不惯唐妈用大量的卫生纸擦干厕所地上的积水。用卫生纸擦，我就跟你讲，等一下就干的啦，不要擦。头发一大堆啊！我们家的人在做的事，跟我做的事真的是，我就说我可能是要来帮大家还的，就是你们在制造嘛，我就捡。虽然彩玲以减少海漂垃圾为志业，努力让大家开始减塑，可是面对家人的不环保，她始终无能为力。唐妈总是一次外带很多食物囤积冰箱，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蒸，制造很多的免洗餐具，让她很头疼。差不多1个礼拜吧。1个礼拜就这一袋哦？嗯，对，我还洗嘞。我妈就是一个超级没办法脱离这些，像她有时候出去给我拿一堆餐具回来，我都会觉得，可是我不会跟她讲这件事情啊，我不曾，因为我觉得这个讲不通了。我妈就是超级没有环保观念的人啊。唐妈平常自己一个人很无聊，彩玲想替她找点事做打发时间，请妈妈把自己设计的明信片套上塑胶袋，好拿去澎湖卖。因为我觉得他在家里没事哦，对，然后就发给他，我说你拿我们的钱，你也必须要付出一些劳力吧。当时是跟他这样讲。可是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做这件事哦。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早上不是有跟你讲？对，是什么？环保的。其实彩玲不想再用塑胶袋，太不环保，又看妈妈做的这么起劲。干脆怂恿妈妈移居澎湖。你来澎湖帮我顾店好了，这样你去海边捡垃圾，你会去捡吗？可以啊。真的假的？可以啊。可捡垃圾没钱哦。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帮我顾店，可是你要很会跟人家聊天哦。我鸟都不鸟他。对我妈就是这个个性，她就觉得她自己是老大。今天彩玲把她在澎湖捡来的海漂垃圾改造后，带来市集上贩售，游客会有兴趣吗？这是彩玲的理想，虽然弟弟也会来帮忙，不过他压根就不认同。我想都不会去想过。对啊，
你叫我去做，我绝对不可能去做。我从以前到现在知道他的个性。那他捡垃圾，我当然也希望他捡垃圾捡到一片天啊。可是相对的，我的看法是，我不希望你这样子。为什么？他年纪很大，你毕竟该有自己的事业，很漂亮的玻璃，然后要去规划以后要怎么。这个叫做海玻璃。你看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沙滩上的东西啊，希望它可以赋予它另外一个新生命啊。要不然，如果你把垃圾捡起来，它还是用垃圾的身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觉得有点可惜了。有机会可以联络我啊！如果你们真的要来玩，我们很多朋友是在做民宿的。来，谢谢你。我想说，这个人到底要剪多久？我迄都无，老来都无路用啊，得扣。彩玲的垃圾事业，家人朋友全都不看好，她该怎么继续呢？广告过后告诉你。谁来晚餐？今天拜访的是在澎湖做海漂垃圾改造的唐彩玲一家人。彩玲专科时念的是资讯管理，后来因为喜爱摄影，成为业余摄影师，跟朋友自创一套穷酸婚纱照，带着婚纱去旅行，在旅途中拍下最自然的照片，后来成了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不过有一次拍照完，委托人反悔不要了，让他很受伤。大家都说我很奇怪啊，我有时候也是真的觉得我还蛮奇怪的啊。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跟那种我很不喜欢碰到挫折，可能会有一点点关系。像上次那件事影响我3个月不能拍照，我就是在家哭哎。从此彩玲淡出婚纱摄影，这一次再出马是为了她在澎湖的工作室。当初屋顶破了一个大洞，找上小杰的爸爸帮忙修缮，但他没有多余的经费可以付。我去帮他修理房子，然后他就想要帮我们拍个纪念照。就这样，彩玲以拍婚纱作为换工条件，小杰爸妈也很心疼彩玲。伊讲100块多，我当过一家口讲真有够厉害，我他没在吃，但身体爱顾的，爱顾的好，该做一个嘛爱，上个就嘛爱150块才起啊。工作室有了遮风避雨的屋顶，彩玲每周日会号召网友来一起净滩。今天东北季风强劲，竟然也来了20几个人。彩玲很热情，非常容易跟人交心。在澎湖几年下来，房子、机车都是澎湖的朋友借她的，还常常邀她上门吃饭，让她大呼说他们也是家人呢。一起进摊就会说啊，看着说哎要不要一起下来吃饭，就乱约。这个朋友很经得起我乱约。对于彩玲带了客人来，东道主也不觉得奇怪，反而觉得她捡垃圾这件事比较奇怪。我对他有印象，他就是对东西很怎么讲，很坚持。我想说，这个人到底要剪多久？会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澎湖还没人像他这样把捡垃圾当志业的。没有啊，他第一位吧？哎呦，阿伯捡那个去卖，就是纸箱。像这样可以互亏、互相帮助，在彩玲心中才叫做一家人。我觉得好像大家就是可以互相很棒的对待大家，然后每次就可以一起吃饭啊，然后又可以一起做事啊、聊天。我就觉得这种感觉就已经很像是家人，因为我们家里面的人好像做不太到。我跟我弟还 OK 啦，可是我跟我妈，我不知道，我们两个是很大的距离感吧。彩玲非常习惯出门靠朋友。澎湖工作室是朋友的舅舅许建新免费借他的，他只需要付电费，让他一直觉得很过意不去。我还是不敢存放太多东西在舅舅那啊，我真的会怕被骂。我觉得舅舅是有一点洁癖的人，堆放垃圾还是要把它堆得有美感。舅舅高龄95岁的妈妈更是完全无法理解彩玲在做的事。叫个扣分手啊，
逐项捡对安尼，捡迄有啥毋知啥，迄都无老来迄都无路用啊，安尼捡。啥歹起面，啥是有啊无？迄是我用迄条冇水嘛，如果要水迄，较早市路遐6条嘛，拢整啊拢变的，恁得啦。令德是下面意思。安尼讲叮当一安尼变的。叮当。听不懂台语又不吃鱼的彩玲，能在澎湖生存下来，真的要感谢这么多澎湖好朋友。瓶盖可能瓶盖还是要回去。这边你看到的那些就是卫浴用品啊，刮胡泡啊、牙膏啊、牙刷，全部都是来自海上。然后这个地板就是。彩玲用垃圾改造废弃路寮成为装置艺术，让房东舅舅好苦恼。后面那个我去了好几天了，后面路寮那边了，他那个土。地下铺那个嘛，他刚好要回去了，那个白水泥搅，就给你倒在旁边那个结果，我在那边清好多天。舅舅不止出借工作室给彩玲，连家里空房也一间一间的让给彩玲使用。他会进来也是我说，要不然你如果不那个后面那间撞破了，你去清理。住的习惯你就住了，也是我先讲的，你知道吗？可是后来他就在敢讲了，那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我不会讲啊。所以你对所有人都不会拒绝吗？我有例外。谢谢舅舅，我要哭了。就你知道，我昨天很害怕你跟他们讲说，其实我很想要让他走，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我真的很害怕你们是不好意思讲啊，我不想要带给你们麻烦。真的哦，你讲了我就会越来越大胆做事哦。不是你有什么你改？其实彩玲把帮助她的澎湖人都当成家人般看待。但毕竟不是真的家人，相处时还是多了分谨慎，不像跟妈妈相处的随性。现在没有，我没有逼你答应。戒掉，他现在帮我捡垃圾。哎呦，哇，这号召力多大！改变了一个冥顽不灵的老人。我平常在澎湖不会买什么东西，这个是一起来跟我一起进滩的朋友，他就送给我，然后因为我也不吃丁香啊，可是他们家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吃，所以我就带回来给我妈吃啊。对啊，我一带回来的。这罐小鱼花生其实已经过期了，唐妈妈仍舍不得丢，因为这是彩玲带给她唯一的一罐礼物。对。他们有带什么黑糖糕这些吗？没有。趁着彩玲难得回桃园，来问问他们想邀请谁来共进晚餐吧。可以啊，我想要找五月天，因为真的是从大概出社会开始就听他们的歌，而且他们的歌词里面很多都蛮有励志性的，尤其像做捡垃圾这件事情，就很像他们一首歌叫做《拱狼》嘛，陈金峰哥。峰哥也有很多他的经典名言啊，那依然他应该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算是支持我的一个精神支柱啦。MIT 台湾日的麦觉明，因为我也是很喜欢山的人啊，所以很想要跟他吃个饭聊聊天。张小燕跟我同年的。其实刘德华我还蛮想的，你知道吗？因为刘德华超帅的。今天是神秘嘉宾上门的日子，可是唐家的厨房难得开工，刀子差点没办法切。有没有觉得刀很霹雳？家里太小了，我都竟然要在这边洗菜的感觉。这家人准备了什么料理呢？我女儿说要那个火锅。Oh my god！ 为了我的贡丸变成10倍大。妈妈也准备了自己爱吃的虾跟鱼，可是彩玲完全不给面子。天啊，甲壳的味道出来了。有没有很像虾味鲜？很像，很像吗？好温哦。虾味鲜。煮起来有一点点腥味，有没有点淡？
决定都好了吗？要不要先煎一煎？200锅。哎，老布你。妈妈的好菜彩玲不捧场，还好弟弟煎的牛排超棒。因为我弟之前有在铁板烧工作过，所以他主要是要煎牛排，因为你知道好吃哦。好香哦，好香哦！这样真的可以吃哦，妈呀！我今天早上还特地回我们市场去带一些云南菜，要给来宾吃吃看我们从小到大的回忆。唐家人难得下厨做出一桌好料理，他们希望哪位来宾可以享用到这些料理呢？会是与妈妈同龄的张小燕、天团五月天、登山导演麦觉明、台湾之光陈金峰，还是天王刘德华呢？稍待一会儿，神秘来宾即将登场。你不要太溺爱他。过去风景真的非常棒。对啊。小孩子我就一边就一直打。我妈讲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听到没？究竟发生什么事让唐妈妈要打最疼爱的孙子？又是哪位来宾上门做客？他可以化解这场危机吗？广告后马上回来。帮忙，这是塑胶呢。谁来晚餐？今天拜访的是在澎湖改造海漂垃圾的摄影师唐彩玲跟她的家人。妈妈怕冷没下楼迎接，一家3口很安静，是因为紧张吗？还好哦，好像还好。不要叫我讲话，会紧张。会紧张，已经比较紧张，因为我要想很多，因每个人要有不同的话题。载着神秘嘉宾的专车出现了，他究竟是谁呢？大家好。答案揭晓，今天的来宾是拍摄台湾山岳节目10余年的麦觉明导演。原本学会计，却因为对山岳的喜爱而转行加入制播行脚节目。身兼制作人、导演跟主持人。今天的感觉好像要去相亲一样，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碰过面了。那彩玲是从节目中先认识我，所以我今天就特别穿着这个登山的服装，希望能够拉近彼此的熟悉度，还有亲切感。唐妈妈好，我应该叫你大姐就好了，唐大姐。然后这边都认识了嘛，然后这个是我的朋友，就是我们平常都一起在爬山。然后你好，我叫小鱼。小鱼你好。对，你好。麦哥，我要先送给你一些我们就是像这个东西啊，是海边的那种玻璃瓶海破掉之后，只在海里我们都叫海玻璃，然后做的一个创作的东西。我也很喜欢做。一见面，彩玲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改造的海漂创作送给麦导，麦导也回赠头巾跟台湾黑熊玩偶。2个人都喜欢大自然，话匣子一开，挡都挡不住，让唐妈妈急了。聊天的是聊天，然后就可以吃饭。对，吃饭好，开动，开动，开动！哇，谢谢谢谢。哇，这边很好奇，这边总会有很熟悉的这些美食啊，而且是米干，还有什么豌豆2分。哎，对。我这样讲有标准吗？有，对啊。原来麦导的合伙人也是云南籍，听久了也会讲一点。而志豪的牛肉深获好评，可是当年他去学铁板烧，也吃尽了苦头。有在学，其实刚开始一直会想说跳多很大嘛，没有做过吃的，有的时候会认为哇做吃的好累，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有一种想要打退堂鼓的那种心态。可是虽然中间啦有一段时间是刚开始，这是初步嘛在学习，可是后面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自己在外面开店以后，我才认为说其实会做吃的不是厉害，因为你要当老板，你什么都要会。当你不会的时候，你就会被自己的员工调。所以你就要。志豪觉得餐饮业是未来的趋势，将来可以做这行。我跟我姐讲这个东西，我姐说啊，你赚钱的方法跟我不同，所以我们的话题就搭不上。对。弟弟质疑姐姐不会赚钱，彩玲已经被这个问题问烦了，想听听麦导怎么说。我其实心里也有疑问 ，MIT 这个节目会赚钱吗？
有没有麦哥从以前刚开始做这件事，有没有一直被人家问这件事情？我们先讲结果好了。嗯，其实 MIT 是会赚钱的。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幸运的，是说把自己的兴趣跟工作就是做一个结合这样子。说当然了，这是工作还是有收入这样子。所以我听说你在这边工作好像都不计成本，就没有在计算太多这样子，就不敢计算。还是要吃饱。这就是我 care 的事情。对，所以很多人会说，最大的财富就是知足嘛。那像你可能就是知足，你心满意足的，其实就不需要太多钱，因为这是很实际的这一面嘛，要生活。那要生活就是会有一些花费啦或经济的问题嘛。所以我觉得理想还是可以再去做，但是务实这一方面也许可以再加强一点。那弟弟搞不好是比较务实面的，可以全面解决。这个价格不要定得太低了，价格不要定太低。或者说那个赊账还是要去催讨一下。彩玲跟麦岛都是登山咖，山友碰在一起，话题聊不完。真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在爬山那个目标就是要登顶，所以那登顶的欲望心很强。学生时代去爬山，如果到比如说像去奇莱或哪里，因为天气不好或者怎么样原因撤退，我走1个礼拜。那么严重？真的很严重。那时候我心情就觉得。麦岛还有一项记录，1995年入选圣母峰台湾远征队。所以那时候为了要去登圣母峰，也是几乎有1年都没有工作，就把工作辞掉了。然后那时候大家也是觉得说你真的是疯子，家人也都不知道我要干嘛。只是有一天，忽然间就是那时候。民生报都会登那个一些户外新闻嘛，那时候一登说，海外远征队里面名单有我的名字这样子，所以家人来看到就吓一跳，大家也是很多质疑啊，就怕你的安全啊什么。可是那时候熬过没有薪水的日子，加上1年的魔鬼训练，麦岛的团队竟然在准备攻顶的最后关头发生意外。对，那时候分2组，那第一组去登顶成功了，然后回来以后就。那个基地就传说我们的氧气瓶啊不够了，被偷走了。说被俄罗斯偷走了。那时候我们很纳闷，说最后攻击还是要带氧气。那时候第一组登顶成功后，那就说没有氧气了，所以就被迫下这个撤退令。所以那时候是其实好难过，人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挣扎。那也是说实在，真的是含泪下山的。那是真的是麦岛回忆当年的无奈，加上登山的安全跟团队精神很重要，只能含泪跟近在咫尺的圣母峰说再见。一切都是用无线电在联络。麦岛知道彩玲这一家人的成长背景，他也分享自己充满矛盾的从前。旧班嘛，其实我还蛮听家人的话，可是有的时候说实在，太听家人话也是有缺点啊。像比如说像。以前早期啊，像爸妈都会希望说你去念工科啊，去念理工啊，去学医啊什么的，所以我就去念自然组，哇，那真的是疯掉，那是非常痛苦的很多年，所以后来大学没考上，所以就去补习，补习一样还是念甲组，所以还是考不上，所以后来就只好去当兵了。那蛮坎坷的耶。然后当完兵回来，麦岛退伍后才选择了自己的志向，转念文组。有的时候父母的话当然是要听了，但是也要参考，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自己的想法。那当然这东西我觉得是要抓到一个平衡。我毕业后就是其实也是按部就班，我学会计我就去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所以一直都还是。所以在做本科是几岁之后开始就是先吃饭。我妈真的很紧张，我不吃饭。妈妈这爱护子女都是天性。没有，她说要你先吃饭。真的是天性。然后麦岛的爸妈在他补习当兵那2年相继过世，看到唐妈妈忙来忙去，他很有感慨。其实有哈，可是啊，我们家有7个小孩子，然后上面有5个姐姐，1个哥哥，那我其实是最小的。那我爸爸是。军人出身的，所以他其实对我们的管教也是非常的严格，所以也是会打。
麦岛的哥哥姐姐都被爸爸狠狠打过，而且麦爸爸非常重视家庭伦理，长幼有序。全家一起去看电影。我在家里如果叫姐姐的名字，那是会被我也不打，一定要叫吉姐、吉姐、吉姐，所以到现在这习惯就不会叫名字这样。我爸爸以前在训练很严格，我以前是被丢到那个深水池里面的。就是小时候还不会游的时候，我爸就把我丢到那个深水池，我在乱游，然后就赶快扒到那个人家的救生圈这样。他小时候我有抓他去爬山，你还记得吗？还差点滚下山呢。有吗？马拉邦山。真的吗？我怎么没有印象？我都那座山的名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好不好？麦岛对姐姐们都是毕恭毕敬，对彩玲姐弟俩的互动觉得很有趣。平常相处大概是什么一个状态？对，平常是怎样，我都很好奇。平常相处电话起来，哎，那个，我跟你讲，老木干嘛干嘛，什么时候看病啊？然后跟你讲怎么样，就基本都是这样子。我跟我妈也是一样啊，对啊，对不对？就可能从小就是受她影响。对。不错，妈妈点头了。妈妈要不要？大伙儿正聊得开心，一旁的凯凯却哭闹起来。他干嘛？我要吃玉米，玉米在看。给你吃玉米好不好？那给你吃好不好？好不好？你不要太溺爱他。过去风景真的非常棒。对啊。南湖大小孩子我就皮鞭就一直打。我妈讲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听到没？不听话就是用皮鞭。哦，听说你妈妈的教育蛮严格的。她也不是严格，应该是歇斯底里吧？就是我们完全应该是。讲到小时候，彩玲想到毕业后离家那几年，那时候下去就是真的感觉好像人有了自己的人生啊。虽然你的金钱还是被家里拿掉大部分，但是你可以做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是我弟就比较惨，他那时候是吧？还好吧？还好吗？哇，不错，都蛮乐观的，还好吧？可以感觉你们对妈妈其实有心的，我觉得是其实蛮有心的。那也许有过去的一些伤痕吧，但是我觉得这可以慢慢的去复原。对啊，带他去爬山吧。只要付出这种感情，应该是可以化解一切。就去逛街走几条路，他都不要。对啊，不一定要带他爬山啊，带他去走走啊，或者说去做一些其他。没有，你带他出去走一走，他可能走一下他就很累，然后就不要。就顺着他的意嘛，我觉得。顺着他的意就是让他自己出去，对不对？好。你不要躲在后面偷听，然后等下再来发飙我。你现在工作麦岛理解，这一家人跟许多人一样，心里都会打架。有时候心里放不下的东西，也许比海边、山上的垃圾还多。但此刻，大家想先放下一切，相邀一起看日出。成立国家公园吗？还没有。所以澎湖一直是我们会想去的地方，所以这次认识你以后，发现我们又多了很多题材。我们好希望你来，下次会去跟你一起看日出。好，而且我还要捡垃圾，要来吃饭啊，吃啊，你们赶快吃饭啊！可以感觉到他们是非常关心他妈妈的，那我也相信他妈妈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我相信他们未来在相处上应该会越来越好。我觉得今天彩玲给我的启发不是说他捡了多少垃圾，而是让我们更了解海洋，还有我们生存的环境。我知道我下一步要去哪里了，我就要去澎湖，跟着彩玲去捡垃圾。刚刚用山也知道，因为我们久久就是这样子聚一次嘛。那我妈刚才也这样，可是她年纪大，那再来她脑部受过伤，可能有的时候待不住久，没有耐心，那脾气就会整个起来。那她今天来我们家里用山，当然是非常的开心的，对啊，因为她毕竟是我姐理想她想要找到的人。本来希望跟他好好的聊天，可是就是家里面的状况以至于我觉得我今天不太能好好的把我想要讲的、想要跟他聊的讲清楚，这里会比较不好意思。但是非常谢谢他来，希望我跟他可以在大自然里面相遇。